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好，接下来让我们看看今天来到节目组的嘉宾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请开门。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石先生32岁，来自黑龙江，私营业主；童女士32岁，来自安徽，私营业主。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感情中最大的问题，他动不动就跟我提离婚，一点小事就要跟我离。他这个人太自私了，还特别记仇。感情中地位平等吗？不平等，他在家里说一不二，还总拿他父母压我。不平等，我把我妈都搭进来了，他一点都不领情。希望对方做出的改变，把家里的钱管明白，别总跟个散台童子一样。我觉得他无可救药，我现在就想离婚。这矛盾看来还挺深哈。哎，你经常提离婚这事儿吗？他总跟我吵嘛，然后他这人特别自私，总爱斤斤计较，然后特别爱记仇。我真是过不下去了，真想跟他离婚。结婚几年了？结婚5年了。恋爱多久呢？也5年。哟，那在一起也10年了啊。对，有离婚这个念头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领完证我就想离婚了。啊？为啥呀？我就后悔了。就前几次吧，我小侄女来找我玩，然后我就带她去游乐园玩，然后她嫌贵，嫌门票贵，那我说那咱就去免费的那种公园玩吧。她还拉着脸，她从见到我小侄女就一直拉着脸。不是。你小侄女又不是没爹没妈，来我家吃我的、喝我的、穿我的，完了她还要这个带她玩。我们家也拮据啊，我们也是开小店做生意的，我没有那么多钱给她玩啊。她1年也就来1次啊，1次也就住几天，没花多少钱吧？对，我就想打题要花多少钱呀？至少200-300啊。哎呦，我以为花了好几千，那钱花了吗？去了吗？游乐园没去啊，我就说嘛，我们去免费的公园玩，他就不乐意了，他就拉着脸。我说你拉着脸干什么呀？结果呢，他非得带我们去民政局了。那不是你提离婚，我能是直接把车开到民政局吗？啥意思？带着侄女的一起去民政局了？是的。这孩子多大心理阴影啊！就因为我去游乐园儿，我的天！哎，你们有孩子？特别生气。你们俩有孩子吗？我有，我小孩现在2岁了。从心里说，那我的小孩去我哥家不也得花钱吗？对吧？就这点钱他也接受不了，然后他觉得这个事儿小，那这事儿小吗？我说个大的，我怀孕生完孩子第2天，真的我剖腹产，我躺床疼得要死，那震动棒都不行。完了，他跟我说他要去打棒球，我妈在那伺候我1天1个晚上了。我说不行，你别去。他就在病房跟我吵架。你们家亲戚都在呀，又不是只有你妈一个，那换一下不就行了吗？不是，等等，你啥意思呀？是你的吗？就是啊。当时其实不是他第2天我就去打棒球。第3天。也不是，是快出院了，马上都出院了。那你不是我老公吗？你不应该照顾我吗？是不是？这个排序是这样的啊，首先应该是你照顾他。然后比如说什么丈母娘什么搭把手，最才是什么其他亲戚。说实话，我当时真的就想跟他离婚了，就是我躺床上没法动。但那天确实是就特别想去，所以你一不让我去，我就心里面就很不舒服，所以有点挂脸子。你到现在都不觉得自己做的不妥吗？想干的事儿多了，但是咱们作为一个人，该干什么必须得做吧。后来我最后我也没去。那你跟人家这个道歉了吗？或者是哄哄他呀什么的？我平时都听他的，叫我干嘛都干。是吗？他平时都听你的吗？他干家务吗？我叫他干，他也不干。你不是说他让你干嘛你干嘛吗？是啊，他让我拖地我就拖地嘛。拖地这个事儿他也能跟我离婚，就是我明明拖得挺干净的，他非说这儿埋汰那埋汰，非要鸡蛋里挑骨头，到最后那个拖地的水直接往我身上泼。是拖地的事儿吗？他搁家里也不做家务，就拖那1次地。我平常让他洗个碗，真的那碗都洗不干净，后来我还得重洗一遍。完了灶台锅啊什么都不刷，就洗个碗。然后地拖不明白，拖不干净，真拖不干净。我就攒着，总攒着，一直攒着，就那1次爆发了。后来这都怎么平息的呀？带着小侄女去民政局，一桶水泼出去也要离婚，这后边都怎么解决的呢？那我肯定也跟他劝呢，我也不能真离，我不想离。所以这听起来哈，就是
有比较大的月子愁，也有比较小的拖地的愁。总之都能上升到离婚，说明就像你妻子说的是积怨已久。但你俩不是结婚才5年吗？哪来的那么多不满呢？谈恋爱那5年过得挺幸福，也没那么多矛盾吧。你们双方的父母家长支持你们的婚姻吗？当时我们俩自己相处的是没有那么多矛盾，但其实我们俩本来就不容易。我妈本身就不同意，她东北的，我是安徽的，然后我妈觉得你不能远嫁，你远嫁过去被欺负了怎么办？然后我跟他们再三保证，我说我们不会去东北，就在安徽待着。我妈才松口说那咱就见个面吧。结果她也不干人事儿，她真的就一点人事儿都不干。然后我们刚进门，她就拉着个脸就算了，爸爸妈妈应该叫一声吧，没叫，她叔叔阿姨都没叫。我跟你们家，我说实话，我们俩相处的关系，我觉得挺好的，就该到结婚这一步了。明明到这一步了，那我去你们家来，我至少也是个客吧，但听你妈那个意思，她总是想要阻挡我，总是对我有意见。那也不是你不应该不尊重他们，对吧？这是你们恋爱第几年的时候，你去见了他的父母？第5年，前4年都没见过父母？没有，我们大学谈恋爱的。那这父母印象更不好了。结果就因为这个，他觉得态度不行，然后人品也不行，我妈更不同意了。那我妈不同意，我那会儿真傻，我就想爱他，我就想一心一意跟他在一起，我就想跟他结婚。然后我就去求我妈，我求了好多次，真的，我跟她说我们绝对能幸福的。然后我妈说，那我把户本藏起来了，你要能找着你就跟我结婚。我当时在家跟我妈吵，一哭二闹三上吊。当时你的女朋友还不是妻子的时候，为了想嫁给你，跟家里闹成那样，你知道吧？我知道。那你还不为了她见你这个未来的丈母娘的时候，你好声好气、好言好语说一说话呀？你还板着个脸坐那儿啊？因为我平时性格就是比较内向，因为像我自己家里面，说实话也不是特别的幸福我是跟爷爷奶奶长大的，所以我处理这个确实也有点紧张。他跟他家里关系不好，然后他们家那边从我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他们家没出过钱，没出过力，彩礼也没有，没有。我就跟他裸婚，我什么都没有，为了他房子也没有。对，我们俩到现在都租着房子呢。然后我们结婚就在天台上请朋友办了一个非常简陋的 party， 然后我妈心疼我，给我在老家办了一个婚礼，给我租了一个婚礼服。就这样，他还这样对我的父母，对我真的觉得离婚算了。就说我哥生日那次吧，真的，我现在觉得真搞笑。我哥生日，一大帮家人坐在那里，我爸就说喝杯酒助兴，庆祝庆祝，对吧？你就嘬一口，咱们意思意思。完了，他直接怼我爸说：“我本来就不喝酒，你老劝我什么劲儿？”你们家人喝酒太吓人了，那一人都喝个2、3瓶、2、3斤的。他喝什么习惯没关系，是你能那么跟长辈说话吗？现在好像有一点离谱，但当时我就是也有情绪。那这个孩子现在谁帮你们带呢？我妈帮我带，婆婆没来，我都没见过他们家面。就是我从谈恋爱到现在，生孩子2岁了，我就见过他们家一面。结婚的时候，结婚没来，结婚也没来。结婚之前去过一次我老家。其实我是想跟他这个重新组建一个新的家庭。我觉得我们小家日子过好，生意做好我觉得重新再来，我其实是有这个想法和意愿的。你对他好了吗？你觉得你哪里对他好？什么都听他的呀，我钱全部都上交呀。你交给了他，你也不让他花呀。那你给他有什么用啊？连给侄女这个200块钱，他觉得钱都被我花了。他就是基本上就是当月光。我们做生意嘛，开咖啡馆一个月几万块总是有的吧。但是他就是从来就是这月光。之前我们想要装修，最后我跟工人结尾款的时候，我说老婆这个尾款钱结一下，然后他说钱没了。不是，钱是我管，但是什么不要钱？他的吃喝用度，那孩子尿不湿、奶粉，店里的那些物料材料不都要钱吗？那今天给你妈转100，明天给你妈转200，这又怎么回事呢？哇，你别说这个，你说这个我更生气了。我妈帮我带孩子带2年，你在外面请个保姆，你也得给她工资吧？我偶尔给我妈转100、200，她还要说。你转账从来都没有跟我说，一句话都没说，直接就转完了。而且前2天我看到还要转个5000，又怎么回事？5000块钱，那是因为我舅妈生病了，急需要钱。那我妈说找我借的，又不是说不还。
我赚这么多钱全给我花完了，1分都不给我剩，每个月都花完。你们还有这个消费记录呢是吧？看看你们这消费记录到底把这财散到哪儿去了啊？来看一下。你看我花了2万块钱，然后呢，5月份我花了2万块钱，我有1万6的转账，那转给他的最多了，都是转给他的。哦，怎么会给老公20、50、30？这什么钱啊？因为他钱都在我这儿，所以他需要吃饭什么都从我这儿给他转，还有给他打棒球的那些钱。不是姑娘，那不是关键。我的问题在于说，比如说咱管老公钱可以哈，比如月初留500，给点零花钱，留1000，就是你留着，咱不够管我要。那3块钱都给他转，你可是1分钱不给他留。不是你都结婚了，你要钱干什么？你一个男的，你要钱干啥呀？结婚了他就不能花钱？结婚了他也得有自由啊！你刚才说你还给他什么打棒球的钱？他有个爱好就打棒球。哇，这他打棒球买的那些设备可贵了。你们看这个手套，手套这么多，这手套少则几百，多则几千。他说我花钱都在花的。然后还有那个场地，他那个棒球场地好大好精致，然后那个场地每次去啊，那300、500没了，这就算了。他每次在我们当地啊打球打不明白了，完了之后还得去外地打。今天就去南京打，明天又去常州打，去一次几百块钱也没了，住宿费、车费哪个不要钱，对不对？过2天他要去广东，那你去广东机票更贵吧？他老说我花钱，我就不明白，我也没什么爱好。还有就是她有一次直接给她闺蜜转3万块钱，哎呦！是因为我闺蜜当时她特别着急被人骗了，然后需要3万块钱周转一下，我也没办法，我就去找我的另外一个朋友借了3万块钱，但是我闺蜜把这个钱已经还上了，而且我也不是从家里拿的这个钱呀。这东西我就觉得吧，从来都没有跟我讲过，家里钱的所有支出都是他先这个知道，我都是后知后觉。所以你是希望通过你妻子的合理规划和理财，能够攒下一定的积蓄。你在抱怨他不懂得管理你们的财务是吧？是的。行，咱可以削减嘛，先把那什么棒球给它削减掉呗。这个没问题，这个现在装备够了。真的假的？啊，真的。你觉得这钱要交给你，你能省下来吗？我感觉我花很快。他只想控制他少花钱。对。你们是在哪儿？哪个城市？在合肥。在合肥，不过合肥现在也很漂亮，很好一个城市。哎呦，糊涂账。不是，他一直这样不管不顾的呀，就很自私啊。前2天我们俩吵架了，然后呢，他就不干活了，就不上班了，就搁家躺着了。然后我去店里发现没豆子了，我就回去找他，他就在房间里跟我吵架。然后我妈当时带孩子呢，我妈就进来劝架，她说看到我给你带孩子的面子上，不要吵了。他直接来一句：“你滚一边去！”你妈先推了我一下，他还跟我妈说什么：“你带孩子是你给你女儿带的，跟我没关系。”然后我妈气不过，推了他一下，他就说：“你滚一边去！”那我妈当时就气哭了，直接就收拾行李走了。孩子呢？孩子他带走了。我就觉得你妈这个正常讲话就正常讲话，干嘛非要动手呢？你一动手，那我肯定也来了情绪了，那我就讲她一句怎么了？那你别让丈母娘帮你看孩子，你看呀。我也能看，但就是带的没那么。你看得了吗？你看什么呀？你现在有老人给你看孩子，你们俩还这个入不敷出呢。他也能在店里吗？他一个人在店里赚钱，你在家看孩子。是的。你的规划是这样。你是说可以把孩子也带到店里去是吗？偶尔也会带，是的。我挺喜欢我儿子的。你觉得老人不要参与，你们自己边工作边带娃也能不错。对。我每天7点上班到晚上10点，我怎么带孩子呀？我上班我已经很辛苦了，我让我妈带孩子，我妈能替我分担，然后你还要搞这一出。他的意思是他带，他那店里的豆子怎么办呢？我们还有上课呢，他上课呀怎么办呢？上课这个就自己带嘛，自己带完了挤时间烘豆子呗，那不行，白天带孩子，晚上烘呗。不是你就不能跟我妈道个歉吗？行，能道。不是那个，你们在生活里，你老公是这么快的态度，就是行，那我道歉，他会这样吗？对呀，这别给我惹急眼了，别触犯我，别老提离婚，我都同意。当然，上次就是你妈妈和你老公发生冲突，这个肯定还在气头上，但是平常相处怎么样？在家都当陌生人呗。
来，我们这里有一段这个和妈妈的聊天记录啊，看看妈妈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看，妈妈其实还是希望你们好好过的。是这样，但是她也不改呀。哎，小伙子，我觉得她对我并不好呀。你看你丈母娘发的这个，你看完什么感觉啊？我觉得之前这个还是太冲动了。我觉得丈母娘挺好的。你想有一个这样的亲妈吗？我想。所以他说嘛，他对自己的儿子也很好，也愿意天天陪着他，其实也是部分弥补自己成长当中对父母对你关爱的缺失，是吧？是，他对孩子是好。啊，行，这个小伙子是不想离婚的。对。所以今天谁要来我们节目的？你是希望他改变？是的。如果不改变就想离婚？那总说也烦了。那小伙子，你的诉求是什么呢？就是把钱管好，别老这个离婚挂嘴边就行。唉，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吧。我觉得你俩他是已经习惯了寡亲和寡情的一个状态，你知道吗？就是你不能要求一个男的突然就因为他从一个过去几十年他一个寡亲的状态，然后一下就变得很有爱，这个事情是做不到的，姑娘。那跟我在一起干啥呀？你自己的选择呀。最难以让人受不了就是你既然选择了他之后，你就不要天天嚷嚷着说什么我要离婚。你要离婚这个话只有谁能听进去？只有你妈真的会听进去，你知道吗？你不要再后悔你的双亲了，真的太夸张了。现在还上来说什么你上来说了他所有的问题。第一个，你骗你自己。首先我告诉你，他不爱你，他没有做的一件事情是爱你的。或者说他先爱他自己，他再来考虑一下某种情况下我要不要爱你。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有血缘关系的人对他来说已经很少了。他不像你，他做了任何事情就是因为无知者无畏，他不知道被父母捧在手心里是什么感觉。他原生家庭所有不好的东西全部带到你们这段婚姻关系里面来了。这个男孩特别愿意跟你聊物质，你知道没有？他特别愿意聊，因为他觉得这里面他发挥了他的价值，他只有在赚钱的时候能看到自己的存在感。这个男生说我愿意去努力，我愿意去赚钱，但是他只愿意花在他自己的人生的实现，他不愿意别人花他的钱。除了他的爷爷奶奶和他的儿子之外，其他现在所有人都是别人。所以现在你就应该干脆的跟他去讲清楚，我要什么条件，你做不做得到，做不到咱俩就离。你也要真的能离，你离得起婚，我告诉你，你这段关系才有可能走向良性发展。姑娘，我觉得我特别要感慨一句，我觉得你真的是在一个特别有爱的地方，被爸爸妈妈捧在手心里长大的。我相信所有好的婚姻，所有好的爱情，一定有一个特别大的前提，就是善良。我相信你当时看上他有一点很重要的，也是因为他善良，好像一个小太阳一下就照进了你的世界里。但是姑娘有一点很重要，爱情不是用你的善良去救他于水火，因为你丝毫没有独立意识的这种善良，你只会把水火又一次带给他。你真的要让他去自己亲自带孩子，你说怎么办呢？我们也很忙，我们一早走了，我们那么晚才回来，我们拿什么时间去带孩子？可以，很多家庭都可以。你们作为父母的这一刻，你也必须可以，没有人让你做选择。而且他在曾经的那个家庭当中，父母和他之间的这种剥离感、疏远感，让他不再相信亲密关系的这件事儿，只有他靠他和自己儿子之间的父子关系，他才能治愈这件事儿。你看，你选择了一个很大的人生难题，你希望一个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遍体鳞伤的人替你遮风挡雨，对你呵护备至，他连自己身上的伤都顾不上，他都疗愈不了，他怎么来替你遮风挡雨？没有人教会他怎么爱，看起来都是钱的问题，什么3块、10块、20块。姑娘，我告诉你，最根儿的问题，那个钱对他来说，是他在没有任何亲密关系可以支撑他、可以给他抚育的这个机会的时候，那个是他的原则和底线。你把所有钱都收上来的那一刻，你碰到了他的安全底线。各有各的问题，但是你既然选择了他，你就得面对这个选择背后的结果，而不是跟妈妈说，哎呀，我好后悔啊，当初没听你的话。
那只能说明你没有独立成长的力量，只是有一种单纯的孤勇式的善良。你既然爱他，就要让他觉得你在他身边，从头到尾都是那个让他相信生活、相信亲密关系的太阳。姑娘，听懂吕老师说的话了吗？你要让他有安全感，那什么方式会让他有安全感呢？立刻马上，你能做到什么？我好聪明。所以在这个氛围之下，好像不好再说什么，都有可怜的地方。我觉得你老公有让人心疼的地方。我是希望你们的小日子能过好，能过好必须有改变。你不能站在自己过去成长过程当中的这种辛酸痛苦，你就把自己包裹成为一个自私冷漠的人呀，小伙子，你太自私冷漠了，你的眼泪在为自己掉。那你知道你身边爱你的人，你的妻子，你的孩子，包括希望你们过好的丈母娘，他们心里有多难过吗？你为什么带着你的一身伤让他们陪你哭啊？我也心疼他呀。你们俩对于我们外人来说都是两个独立存在的，渴望幸福也值得拥有幸福的人，但你们过在一起不幸福啊。你要意识到自己心里的那个洞，你要自己用你自己的成长把那个洞填上，让你也变成一个小太阳呀。现在有人在你身边，都是你的至亲至爱，他们想要陪你走以后的路。过去别人欠缺陪你的那一段路，今后你要靠和他们并肩携手一起走。要好好去爱，把自己的伤疤掀开，要不然你不是可怜，你是可恨。女生啊，你是一个完整的家庭，被爱哺育大的孩子，但你也是自私的。你到现在吕老师不说，你都不知道心疼你老公他的这种冷漠的根儿在哪儿。你都10年了在一起，你都没有打通他的任督二脉，让他知道我是值得让你有安全感的，我是值得你敞开心扉去爱的。你这10年干啥了？你就像小公主一样任性撒娇，想让他对你好。你走进他心里了吗？你给他温暖了吗？我跟你说，这个男孩其实是真的本性善良的一个孩子，他是愿意付出的，但是他不敢。10年的不敢，责任你也有。但是回到根儿上，你俩都善良，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从今天来到我们舞台，打开心扉，好好去爱别人。你忘掉你的不安全感，哪怕受伤，咱也值。10年的陪伴，未来可能还有10年、20年，这过程当中的伤害、风雨一定都有，但是这是值得的一段感情。你也要敞开心扉去爱，给他更多的温暖，因为你心里的爱比他多，你的能量在这方面比他强，你就要担起这个责任。一个是受伤的孩子，一个是任性的孩子，咱们手拉手陪伴着你们的小孩，一起长成一个负责任的、靠谱的、有规划、有担当的好夫妻、好父母，好吧？谢谢。我问一下，你媳妇儿是独生女吗？不是，她还有哥哥。我知道，就这一女儿吧？对。我跟你商量一事儿，我就一儿一女，我女儿1分钱没要嫁给你的，对吗？对。你当着一桌子亲戚，你撅我面子，你觉着我对你能有好印象吗？没有是吧？这还是小事儿。我媳妇儿去你家1分不收，给你带了2年娃了，你干嘛老横不是鼻子竖不是脸的？我要不是因为有这么一个任性的女儿，我都不跟你聊天，你信吗？我说没辙了。我那独生女把一口大便塞我嘴里，我得往下咽呢，我才坐着跟你接着聊呢。是你该生气呀，还是我该生气呀？我都没见过我亲家，我女儿就跟你跑合肥租房住去了。这是小石，你知道你跟普通的32岁男性有什么区别了吗？你觉得你血液的温度跟普通32岁男性比，你血液的温度是比他们热还是比他们冷？姑娘，你爸你妈早看出来了，拦不住你啊！别哭了，别哭了，这时候哭，儿子都生完了，你现在哭有什么用啊？
你现在真要跟他离了婚，你信不信？这外孙子还得老两口子帮你们俩照顾，你信吗？所以问一下小石，你好意思离婚吗？我问一下小童，你好意思离婚吗？你爸你妈把不愿意验的已经验了，你好意思离婚吗？先知道人，别老说我自己愿意干嘛不愿意干嘛，咱得先问问。作为一普通人，咱不要求自己多高尚，作为一普通人，咱好不好意思那么干？我跟你说，当初你要结婚的时候，你爸爸都没有这胆儿面对这孩子这么说话。你爸为什么没这胆儿？你寻死觅活呀！好好任性，好好爱。干什么事儿之前多问问自己，我好意思吗？好吗？女生刚才哭，听雷老师的话，你忍不住眼泪是吧？为什么？因为我觉得特别对不起我的父母，就他们不容易，对吧？还有吗？还有我老公也挺不容易的。所以姑娘，我们现在需要放下，就放下之前对他的成见，放下你不能理解的这些行为对你造成的伤害，以及先生，你必须也放下。我觉得你应该先放下对你父母的怨，因为他们给了你生命，我不相信没有什么机会去缓和这个矛盾。结婚新的开始，他们有了自己的孙子，就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开始和他们修复。而你的妻子就是你的动力，你推着他走。你的家庭很美满，有哥哥，有父母，对吧？你还有孩子，幸福吗？想让他也感受幸福吗？想让他感受类似的幸福，不在于说把他拉到你的这个家里，而同时应该让他推回到他那个家里。好的婚姻真的是能修复另外一半在原生家庭的不幸的，可以去试。但是这件事之前，你今天还要再做一个尝试。我们先低头，像他的母亲，被你无理的、任性的赶走的那个帮助你的人，对吗？开始吧。妈，不好意思，当时这个话讲的太重了。非常感谢你帮我们带孩子，希望您不生我气。其实嘛，好多事儿啊，就堵在我们心头，就较那点劲，干嘛呢？那就跟自己过不去嘛。我们释然，我们主动的去做一点儿，你放心，来的爱比你付出的那一点要多。虽然可能有点迟，只要你认识到，它永远都不会迟，好不好？从现在开始，改变所有你们这个家庭，你们的大家庭，你们以前的缺憾都会弥补好，并且会比以前更好。下来也思考思考啊。今天来，反正哭也哭了，说也说了，但相信是件好事儿，对你们未来人生路有帮助哈。回到正门之后，想想看看你们最终的选择。来，请回。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难，还有机会和大家来连麦互动。好，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嘉宾啊，这对夫妻他们会作何选择？请开门。来吧。这个出来有什么话说吗？我想先给他妈去道个歉。刚才道歉咱们听到了，录下来了。当面道歉。回去第一件事当面道歉。特别好，特别好。我能加个码吗？我觉得咱这老丈人也挺好的，你能带瓶酒去给自己灌醉一回，跟老丈人喝一回吗？可以。咱就喝这一回，就是爸，我这做女婿的半个儿子，今天真的认了你们，以后好好孝顺你们，谢谢你们把女儿嫁给我。这酒一定喝得值，是不是？是的，不能别耽误人两口子打分了。好，这一句一句。等一下，我们还有广告词儿呢。美好发生怎能不看？让我们一起进入中国广电真情时刻。
不是，哎呀，哎，你太太悄悄说了什么呀？没听着呀，想听。我说谢谢，挺好的。谢谢，挺好的，咱们就好好的啊！也谢谢你们来到我们节目，好好过日子，加油，再见，再见。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晚的8点到10点呢，我们的情感导师会在线与大家互动，为您的情感困惑答疑解难，更有机会连麦交流。也要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和陪伴，谢谢我们5位老师的分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容美好，更未来。天津卫视。